再来，我们先细数的日本的这个法院，它适用的选法规则的规定，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后系数是我国的反诉。后系数呢，这个日本籍的这个太太 Y 于第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提起离婚反诉，然后呢，这个 Y 呢又向我国法院为诉讼停止的这个申请。所以刚刚我们看过了，高雄地方法院为了避免台湾与日本之间国际的离婚裁判的矛盾，就在民国97年2008年的10月9日裁定系争反诉诉讼停止。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国的离婚反诉的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要如何特定？我们跟各位刚刚说明过了，涉外民事事件要先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选择完准据法以后才能够特定。那我国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新法是民国100年5月26日开始施行，所以本件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民国100年，是97年，所以呢，它应该是要适用旧法的规定。旧法关于离婚的规定是第15条的第1项。第15条第1项，它规定说，离婚之效力依夫之本国法。所以在这个案例，丈夫是谁呢？是我国籍的 X， 所以他的本国法就是我国法。那适用旧法之结果，我国法院准据法应该是我国法，所以我国法院呢会适用我国法为准据法，诉讼标的要在适用我国法为准据法以后才能够特定。各位要注意的是，结论是我国法是准据法，这个是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以后的结果。虽然结果是本国法，但是涉外民事事件就是必须要经过选法规则来适用准据法以后才能够特定，所以结论有可能是外国法，也有可能是本国法。好，那在这个案子应该是以我国法为准据法。再来，我们分别分析完，先细数日本法院它的选出来的准据法会是哪一国法，跟我国法院选出来的准据法会是哪一国法。这个经过了这一个部分的阶段以后，才能够来判断那这样子两件的诉讼标的是否同一。所以请各位看，先细数的日本离婚诉讼的准据法，刚刚我们已经跟各位说明过了。依照日本法第27条本文的规定，是适用长居所地法。因为在我们这个案例，恐怕这个日本籍的太太还没有取得我国的国籍，那我国籍的先生也还没有取得日本籍，但是应该有经常居所地。经常居所地呢，因为这个日本籍的太太是跟着丈夫回我国定居的，所以解释上超过1年的话，应该就是经常居所地应该是我国法。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提醒各位，这个27条但书的规定，夫妻之一方系于日本有经常居所的日本人时，离婚适用日本法。所以这个太太已经回到日本，她是日本国籍，符合法条所说的日本人，然后她回去的时间也已经够久，依照日本法会成立经常居所地的话，也就是
他的户籍如果回复的话没有迁出，这个时候恐怕这个日本法院会依照但书的规定，准据法是适用日本法，有这两种可能。依照常理来判断的话，日本的法院适用27条但书的几率恐怕会比较高。好，那后系属的法院呢，则是我国高雄地方法院，它的准据法会是我国法，已经如同前面跟各位所做的这个说明。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如果日本法院所适用的准据法是我国法的话，那依照27条日本国际司法法律适用通则法第27条本文的规定的话，那诉讼标的会与我国离婚反诉同一，就会是同一事件。可是倘若日本的诉讼准据法是适用日本国际司法法律适用通则法第27条的但书的规定的话，那准据法就是日本法。这个时候诉讼标的必然的与我国反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它就不是同一事件，就没有民事诉讼法182条之2的适用。这时候呢，我国法院就不应该裁定停止。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各位能够上网来这个发问来讨论。谢谢各位。